大家好，今天要来为各位展示的是 IoT 的远端马达控制系统。好，那我们就先从硬体开始讲解。首先，我们先介绍这一台，这是可程式的直流电源供应器。那它可以透过这个叫 USB 转 RS232的接头，跟电脑软体去做沟通。那我们就可以用软体的应用程式去改变它的输出电压以及电流大小。这一台电源供应器呢，它就是输出一个稳定的12伏电压给这个电流感测器。那电流感测器它的用途呢，就是要把电阻器所产生的电压放大之后呢，再接到 Arduino ADC 角位电压模组。Arduino 还会再接时钟晶片。那这个晶片的用意呢，就是要测马达的转速。那用时间晶片测会比较准一些。再来，这个就是马达的驱动 IC， 叫做 L298N。那我们的待测马达就是这一颗，它后面呢有个很精密的 encoder， 是用来算转速用的。这些所有的电压、电流以及转速的资料呢，就会被截取到电脑。再来呢，我们就进到软体界面，打开这个 C# 软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连线仪器。那我们总共有2台仪器要连线，都是透过 RS232转 USB 的通讯协定，就分别是马达的控制晶片以及我们刚刚提过的直流电源供应器。确保 USB 线都已经插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通讯序列附上面看到有 COM3及 COM9， 我们就分别对他们按下连线。那因为这个我之前都已经有设定过这个结束字元，所以呢这2个就都会是一样。好，那我们连线成功之后呢，这个程式它就会自动去采集这个信号，跟 Arduino 要资料，以及在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去调整这个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电源供应器它也就会跟这个改变。那我们先看一下电源供应器，上面那台是可程式的电源供应器。那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当我们拉动这个虚拟拉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先拉电流的时候呢，没有，那这个电源供应器啊，那最大输出电流也会跟着很平顺的改变。好，那这个电压也是马达的其他部分就包含马达的转速，然后马达的转向、开回路控制还是闭回路控制的系统，以及闭回路的转速。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到一般的网页状态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量测的电压、电流以及转速的数值。还没登录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只有这一个选项，实验室的人员登录页面。那我们点击下去之后呢，就必须要输入合可的账号跟密码。好，那我们成功登录之后呢，下面就会有我的名称以及刚才在 C# 上面出现的选项那这个选项呢，包含马达控制项包含马达责任周期转向控制控制回路状态，然后跟闭回路的转速，还有电源供应器的3个选项分别是电压、电流的最大输出以及电源供应器的输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把这一个页面当做是资料上传的页面，就是跟硬体去沟通。所以呢，我们就要按主控端资料上传页面。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它提醒我还没有打开 C# 的程式，那这个程式还没运行正确，是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断线掉了。好，那我只要一把它恢复连线呢，平台很快就是可以抓到这个资料。那我在这边的所有资料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broadcast 的节点，然后把我这边所有的更变的资料都存到system 的资料表里面。那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把它取出来，然后去跟别的网页去做比对。那比如说呢，我现在开启电源供应器的输出它刚刚就提醒我说资料表已经受到改变，然后上面的马达的相关资料资讯就会被存到 measurement 的资料表里面，然后包含比如说我再更变一个现在我改 PWM 的速度，现在是255，然后把它调低一点，它这个数值呢很快就有变化了。比如说我再把这个马达的转向变成是反向，那它马上就变反向了。然后比如说我把它改成开回路，它马上就变开回路然后把这个马达的速度再调高一点 OK，这样子就代表说我们在这一个资料的上传平台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建立成功了。那现在呢，我要开另外一个页面，我要把另外一个页面当作是使用端那因为我们刚刚呢已经把这个主控端的资料给开起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及时的看到资料传输的状况那从上到下分别就是马达的电压、电流以及转速。那这3个资料呢，它就会及时的去做更新那我们刚刚呢都是透过单机的方式，就是用软体的应用程式去操控硬体设备。那现在我们用网页远端去控制这一个软体。那我们验证的方式呢，就当做是远端的客户端去操控这个网页。那这个网页的任何更变呢，都必须要直接的反映到刚才 C# 这套系统。那现在呢，就来验证一下。那责任周期呢，本来是212，那我就把它改成是100，然后按上传至主控台。好，那它就真的是变成100，而且呢，这个页面就会再刷新。对啊，那这个变成100之外，我们刚刚的上传的页面呢，它这个 PWM 的数值也帮我改成是100了。我们现在呢，改马达控制状态，把它改成是闭回路，然后电源供应器按关闭，然后按上传。
在 C# 的界面跟这个上传的界面都可以看到哦，马达的控制变成是必回路，而且电源供应器已经被关闭了。那这个控制项呢是及时的反映出我们刚刚所做的任何操作。所以呢，如果我只是用这一个网站去监控数据的话呢，也是可以的。那我现在就把我现在的身份登出，那这个就是一般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观察一下开回路跟闭回路控制之间的差别。那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开回路的状态哦，那我们马达转速可以不需要这么快，我们把它调到大概70，那这时候对应到的实际转速大概就是330 RPM。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虽然马达现在是稳定控制在330 RPM，可是呢，当一有阻力的时候，就我现在把手捏住这个马达，哇，那这个马达其实很快呢，它就会停止，它的 RPM 就会变成是0。那我再念一次，它这个实际转速呢，它就变成是0。那要避免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用另外一种机制叫做闭回路控制。那我们把这个马达呢切换到闭回路控制，然后这个闭回路控制我们转速也是设在330。虽然马达它看起来会有点不稳定哦，但是因为我们设定的 Arduino 里面的解析度没有很高，就只有10毫秒而已，所以呢10毫秒它才会去校正一次资料，所以它的图波就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在这个闭回路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测试一下马达它抵抗我手阻力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呢，如果我的手很用力的捏，我其实是根本就捏不起来的。然后看到电流啊，它的大小也是会有个脉冲波出来。那这个电流就是为了要去抵抗我产生的阻力，这个电流它就会变得比一般的开路控制还要再大的很多。那以上呢就是开回路跟闭回路的差别。好，那如果说使用者他本来就没有账号，他想要去创一个新的账号呢，只要在登录页面按一下这个注册新账号，好，然后就可以打自己想要的使用者名称，输入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按下注册按钮，然后它就会提醒说的名称已经完成注册。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到登录页面，然后用我刚刚注册的名字，输入完成之后呢，就直接按登录。好，那登录完成之后呢，看到刚刚的这一个我们登录的名称、系统的设定状态。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组的介绍，谢谢大家。